美国出租屋房东报税的五大误区，90%的房东都报错税了。很多房东报税的时候都会问一句话：房子空着的时候，房客不交房租，是不是就能多抵一点税呢？说实话，这里踩坑的人真的太多了。第一个误区，房客没交租可以抵税，这是错误的。在美国，大多数的房东是会用现金制来报税，没有收到的钱不算收入，也不存在再扣一次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违约金没有退的押金是必须申报收入的。第二个误区，房贷利息不能全扣。这个也是错误的，因为出租房的房贷利息在 Schedule 1里是可以全额抵扣的，很多人只是忘了填，白白多交税。第三个误区，房子空置就不能折旧，这个也是错误的。只要房子是准备好出租，并且在积极找租客，哪怕房子是空着的，27.5年的折旧照样算。这一步漏掉损失往往是5位数。第四个误区，地税有上限，出租房也受限，这也是错误的，不对的。Celtic 上限只卡自住房，出租房地税可以全额扣。最后一个误区，空置期的维修 HOA 不能扣，只要是为了出租，该扣的一样能扣，真正不能扣的是大改建。真正让房东多交税的不是税率，而是这些被忽略的小规则。同样一套房子，有人年年退税，有人年年补税，差别就在懂不懂 Schedule E 该怎么填。空置期可扣项目，折旧维修的分界点，房东最容易漏掉的抵扣项目。出租房报税避坑清单。别等 IRS 找上门才发现自己年年多交钱了。美国房地产税出台于房地产大开发时代的快速发展时期，初衷是作为地方稳定的税收来源，短期冲击大多被人口增长、产业升级等基本面利好抵消。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形成超百年，是典型的成熟房地产市场，已经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周期变化规律，长期受人口规模、人口年龄结构等影响，短期则受流动性、利率等影响较大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欢迎订阅。